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刻线胶带的使用方式。那很多人在用刻线胶带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说他会一直用手去摸这个胶带。那我们的手上是有一些油分的哈，那所以你一直摸这个胶带的粘性就会降低。那降低以后，你再去粘在模型上，它就会造成滑动。那我通常会把它粘在这个桌面上，然后往下拉，然后拉完以后就是直接用剪刀把它剪断。然后看你要刻多少线哈，我通常一次会准备个4、5条来备用。那你看这个过程里面，只有最前端我们手指头摸到，中间跟尾巴的部分手掌都是不会碰到这个刻线胶带。有很多人怕贴上去以后贴歪了怎么办？其实因为你没有去碰这个刻线胶带，它上面没有油分的话，你可以重复拉起来，去调整你要的位置。然后你看我们后面这个大拇指的支点，只要放开，你就可以再做调整。你只要这样轻轻的往下滑，这个线的形状它就会慢慢出来了。然后你不要太大力，这样子我们刻线胶带撕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，根据刻线胶带的这个轨迹啊，我们就可以刻出一条细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3毫米的刻线胶带的应用。我现在要做一条这种短刻线，而且它是对称的。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找定位的线。那这里零件上面本来就有一个细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用这条线当基础，然后再用一个3毫米的刻线胶带，这个就是短刻线的终点。然后中间这一条3毫米呢，则是做成它对称的这个参考位置。所以我们刻线胶带都贴好以后，你就可以来做这个短刻线的刻线。好，那我现在先转过来刻一下，等一下再转回去给你们看。那有些人的短刻线，他们不知道要贴刻线胶带，他以为那么短不用贴，其实不贴它就会不够工整。所以刻线胶带在所有刻线的人里面，它是一定要使用到的工具。那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一个复合式的刻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MAD 的黑色瞬间胶。那 MAD 有2款瞬间胶，一款是透明的，一款是黑色的。那这2款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在黑色的瞬间胶里面呢，我们是有添加了矽胶这个成分，所以你使用前呢，一定要把这个瞬间胶跟矽胶把它混合均匀。那它混合均匀以后呢，它的填补效果就会非常的好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是把它先点在不要的东西上面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再用牙签沾少量。好，假设我们想要把这些线段一些地方补起来，就是假设我们只要刻到这边，不想让它跑出来，这些是刻坏的，那我们轻轻的沾好1层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你大概需要等1、2分钟。我们刚刚是用0.3的刻线刀，如果用0.15的，大概补1次就可以完全补掉。那0.3的可能要补1到2次，因为我们刻的很宽又很深嘛。那这个时候它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再轻轻的抹一点第2层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像现在这个瞬间胶已经干了哈，我们就可以先用320号的砂纸，因为瞬间胶它比较硬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用400号，你是浪费400号的那个砂纸。那通常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会先用这个320，稍微把它这个凸出来的瞬间胶先磨掉。那我们现在看它差不多平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用400号来降低这个磨痕。好，600、800，基本上我上色至少会磨到800号，然后看你们个人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瞬间胶的填补效果，它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个0.3的刻线补起来了。那这一段是留下我们要的。那这个只是示范，那实际的搭配就看你自己在设计作品的时候怎么去运用。那以上的课程就是 MadeWorks 产品基本的使用方式，后续我们还会持续不定期的推出不同的使用技巧分享给大家。那请大家持续锁定 Mr. Joe 模型专业频道，还有 MadeWorks 的粉丝专业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用神手会好一点吗？用神手剪指甲。太忙了，忘记了。如果没有剪指甲，等一下乔老师来就，你这个指甲也要拍。